什么大不了的事你非得让我来？你要死了？你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你坏了我的好事，你知道吗？要是我这么闯进去，肯定会发生一场战争。我会很冲动，会用车锁打破对方的头颅。我难道要用暴力来洗刷于萍萍出轨给我带来的耻辱吗？闯进去，我和于萍萍就彻底的撕破了脸皮。我和于萍萍马上就会离婚。离婚了，儿子小军怎么办？儿子没有了母亲，还有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了10几年，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要当院长了，要被整个社会承认了。可是，一闹离婚，所有的奋斗，所有的成功，全部要受到影响。许多人都会看笑话。不光这些，还有那次交换的事情传出来，自己的一生就完了。你想想你自己吧，你为了当院长，为了做一个好医生，你对妻子承担了多少责任呢？你自己不能给予妻子了，妻子为什么就不能从别人那得到呢？李永军，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做人有没有失误。人活在世界上需要委屈，需要承受委屈。走过委屈的人，才是最后胜利的人。谢谢老公。快吃啊！吃完了，爸爸送你上学校啊！再见，小军。陆军，今天下午开家长会，快到期末了，老师想和家长交流一下，你能来吗？当然了，有时间来最好。我的老头子，10几天前就是在你这动的手术。你是什么？东海的第一把刀？你不是在手术，你不是在救死扶伤，你是在杀人啊！别激动啊，什么话慢慢说好吗？慢慢说。这是什么医院啊？什么水平啊？简直是草菅人命！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大夫。你是怎么做的手术？把手术器械螺丝掉进我父亲脑子里都不知道，害得他老人家整整10天头痛欲裂。昨天我们去别的医院复查，才发现你是在杀人，是穿着白衣天使服装的杀人犯。你是个杀人犯，草菅人命。如君啊，
你是做过几千个大手术的医生，你会出这样愚蠢的技术问题？现在人家要求赔偿，已经告到卫生局和法院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就在刚才，我接到卫生局的通知，你当院长的事本来这几天就要宣布了，现在局里说这个事情要暂缓。你看看，你做了100件、1000件的好事，但是你不能犯一次错误。你要犯一次错误，你的业绩成就立刻被错误给抵消了。那天跳闸停电，所以你不能拿这个停电跳闸呀作为错误的借口。关于停电事故呢，我们已经调查，因为那天天气热，全院用电呢都超负荷。可是手术器械那个螺丝掉到病人的脑子里，这个事故责任你作为主刀大夫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告诉你，对方马上要起诉你和我们医院，这场官司的问题，你看怎么办吧？你怎么来了？我想请你吃饭。吃饭？今天我特别高兴。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李伟军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手术事故。死人了？没那么严重。前些日子他做一个手术，一个手术器械的螺丝掉到了患者脑子里，人家到其他医院去复查，查出来了。现在人家闹到医院里来了，而且还要起诉他，而且他当院长的事情也暂缓了，这不是特大的喜讯吗？你幸灾乐祸，我不去了。哎，我被压了10几年了，现在我终于要吐出这口气来了，好畅快呀！这空气怎么这么舒服啊？你是不是还想着你那初恋呢？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是不是你做的手脚？你曾经告诉我你要收拾李如君的。如果你要真这样做的话，你太卑鄙了。我怎么可能呢？我是个医生，这种缺德的事儿我怎么会干呢？而且犯法呀，这。日军，我觉得事情出来了，你就要总结经验教训。你想想看，你做了几千次的大小手术，没有一次出过事。这一次出了这个事故，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背这么大的思想包袱。他要跟咱们打官司，咱们就陪着，就算倾家荡产。李大夫，都是我不好，检查手术工具是我的责任，可是我疏忽了。我跟你一起承担责任，而且还有你爱人这么理解跟支持你，我们的官司就算打输了也不怕。李大夫，你放心，我们是朋友，你爱人和你的同事对你的支持让我感动。这样吧，我免费代理你的官司。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官司就是一个术后赔偿问题。从责任上来看，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这种问题，官司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更大的副作用会影响李大夫
在东海第一把刀的声誉，影响李大夫行政职位的升迁。李大夫，作为你的律师，我想就那天的事故做全面的调查。为什么偏偏会停电呢？为什么手术器械的螺丝会掉到患者的脑袋里呢？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医疗事故。会不会有人嫉妒你当院长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呢？会不会是你得罪了什么人而采取了报复行为呢？你要知道，世界上绝对没有这样的巧合。巧就巧在停电的时候，螺丝掉到患者的脑袋里了。为什么手术器械的螺丝会松动呢？为什么电闸在关键的时刻会跳掉呢？我要进行调查，分清责任。分清责任之后呢，我们这个官司就好打了。如果像院方的解释，因为天气热，医院用电超负荷运转，那么这个责任就不应该由李大夫来负，医院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如果是有人蓄意破坏，那可就是刑事案件了。葛律师说的对呀，我同意。那你的动作会不会很大呀？我将展开全面的调查。李大夫，你担心什么呢？啊，你知道，这医院正准备任命我。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你的利益，维护你的声誉，明辨是非啊。那好吧，你就调查吧。陆军，你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真为你感到难过。你还是应该做好你的医生工作，争取在工作中找回对事故的影响。小军这边我会尽力的。你和飞宇的矛盾一直很深，难道就解不开了吗？怎么不说话？其实当不当院长，我真的无所谓，关键是要工作。每个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但是关键是怎么看待失误。我知道，飞宇他一直忘不了10几年以前我跟他的事情。其实那个事儿我没错呀，那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纪念这个事情。什么事情？这是我人生中真正的一次失足，我到现在我都追悔莫及。虽然我们都没成，但是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步很危险的、跟社会道德相违背的一步。我明白了。这件事啊，它的压力远远大于我当不当院长的事情，也大于医疗事故问题。我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像一个大的定时炸弹，有一天它是爆炸了，它不仅会将我和于萍萍炸得个粉碎，也会将我们的家庭炸得粉碎。我知道你说的这件事情了，陆军，我已经第3次向你保证，你放心，即使是邢飞宇，我也绝对不会说的。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拷问我自己，我的灵魂是不是太丑恶了？其实，这是个人隐私。洪子乔已经死了，我永远都不会提这个事情。这在我心里也是一个伤口，
也是耻辱。于平并不说，那你还怕什么？我们不能以隐私为借口来做那些不耻于社会的事情。你怎么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是不是有什么隐患了？我已经预感到了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我是李如君大夫聘请的律师，什么事可能你已经知道了。10月8号这一天，李如君大夫做手术的时候停电了，和手术器械的螺丝掉到患者的脑袋里了。这2件事情我有些看法，请你回答一些问题。我是李大夫同事，我们关系很好，可以配合你，你问吧。好，10月8号这天晚上11点到11点半之间，你在什么地方？我在家。你不要不高兴，我这是为了保护医生的权益做出的司法行为，你应该理解。你说你在家，那么什么人可以给你作证呢？我父母，还有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那天我休息。我所做的调查都是有法律效应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面对着是一个律师在说话，你要绝对保证你说话的真实性，因为这牵涉到一桩官司。我一直很崇拜李大夫，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我知道。我想问你的是，李大夫在工作当中跟谁有矛盾，或者是跟什么人有积怨，你应该如实的告诉我。葛律师，你这么做会不会影响李大夫跟其他人的关系啊？白雪医生，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律师，你要说真话。李大夫是个好人，他好像没有什么仇人。在工作当中跟什么人有矛盾吗？好像10多年前，李大夫曾经揭发过我们科室副主任邢飞宇大夫向病人索贿的一件事情，他们之间好像有过节。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详细跟我说一下？你没有权利这么问我。我有权利，是代理人赋予我的，我是有执照的律师，是法律赋予我的，所以我希望你配合我。10月8号的这天晚上，11点半到12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你什么意思吧？我已经查证过，那天晚上你也在医院里值班，我有人证物证。那天晚上我是在值班，这很正常。10几年前，雷汝君揭发你向病人索贿，你受到了医院的处分，对不对？这和李汝君手术失误官司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我怀疑这件事故是有人故意拉闸，而且那么巧，李汝君手术器械的螺丝掉到了患者的脑袋里。如果有电的话，职业医生在监视器里或者不在监视器里就能看得清楚，所以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故意人为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我们医院已经通过调查，确认不是什么拉闸的人为行为，而是因为天气太热，用电量超负荷引起跳闸。你作为律师，你应该清楚啊。可牵引头皮手术器械的螺丝是什么原因呢？手术器械的反复使用，当然
也不排除手术器械上的螺丝松动。我们一旦要是查到证据，那么这件事情的性质可就变成蓄意破坏了，就不是一般的民事赔偿案，可能要转化为刑事案件。那你还有什么证据吗？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想一想你神圣的职责。我是李汝君的律师，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没什么想的。是李如君的律师，他来调查你。怀疑可以，但是要拿出证据来。你说呢？通过1个星期的调查，我怀疑邢飞宇最具有作案的条件。作案？对，从法律上讲，如果我们确认这件事情是人为蓄意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公安局报案。你们医院是什么态度？医院的意思是，停电事故以前发生过，但是没有发生过把手术器械遗留在病人体内的事情。医院呢，是不想大动干戈。李大夫，我作为你的律师，我坚定地认为你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医院不愿意去报案，你作为一个公民受到了伤害，你自己应该去报案。我看就算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不愿意去报案呢？邢飞宇完全有作案的可能。第一，那天他在医院，他作为脑外科的副主任，知道电闸的位置。第二，他对手术器械的结构非常熟悉。第三，你们两个10几年前的事情，是他作案的基础。我十分佩服葛律师的专业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是我把医疗器械留在了病人身体里边，我负有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个医疗器械是我使用的，而不是邢飞宇大夫使用的。你就不会想一想，他会不会在手术之前就把手术器械的螺丝给拧松呢？我不敢这么想，我也不想去想。葛律师，我看还是用民事的方法来了解吧。我同意葛律师的观点。如君，不关你的事，干嘛要承担这个责任？一定是有人像葛律师推理的那样，把手术器械的螺丝给拧松了。平平，葛律师，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我是绝对不同意像葛律师一样再调查下去。我还要在这个医院工作。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我认为李如君大夫这次医疗事故纯属偶然。我这里有数据，李如君大夫从1989年开始到2006年10月份，李如君大夫脑外科手术做了4000多例，从来没有出现病人死亡、病人致残的医疗事故。李如君大夫被我们东海的老百姓称之为东海的第一把刀，而且李大夫从来都是本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给我们的百姓治病开刀。所以我请求法庭还有我们的原告，在赔偿数额问题上，是不是考虑一下李大夫历来的业绩？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段时间东海的报纸也报过，经过李大夫开刀治疗的那个著名的见义勇为的勇士，当然了，现在已经是植物人了，还在躺在医院里。那天呢，正好赶上李大夫值班，在那个见义勇为的勇士头骨被打裂，兜里没有揣钱的情况下，李大夫勇于承担责任，进行抢救。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换卖另外一个一般的医生，那这个生命也许就不存在了。肩上所述，李大夫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有人格、有道德的好医生，他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他绝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医生，他是一个充满爱心、充满责任感的治病救人的好医生。这场官司因为我的举证，法官已经向原告提出庭外调解的建议。所谓庭外调解，就是解决赔偿问题。所以你转告李大夫，就是赔点钱。对方也觉得李大夫从这个医德和人格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多亏葛律师这次的举证，要不像这类官司，往往会把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给打残废了。是啊。如果在法庭上，作为一个律师，要不拿出对委托人有利的证据，像这类官司，他能给你往死里整。那患者天天说自己头痛，这么纠缠下去，你说谁能说清楚？说的太对了。现在没事了，赔偿费是38000块钱，你们的钱够吗？有。要不要我帮助？不用，谢谢葛律师。你为我们家打2个官司都没收律师费，这个赔偿费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算我们家汝君花钱买个教训，以后啊，防人之心真的不可以没有。我也觉得，像李大夫这样高超的医疗水平，怎么也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不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了，注意力不集中？而且这个电停的也很有意思，这螺丝掉的就太有戏剧性了。而且是李大夫要当院长的任命马上就要下来的时候，还有这邢飞宇，他也是院长的候选人，这就太有意思了。我现在有事呢，你待会儿打过来。我这里发现了一个人，很怪。我没时间呢。你一定要过来帮我，我这里遇到问题了。什么问题？我就在单位门口呢，你快点啊！葛律师，我看这个案件就这么办吧。我得先走了。您看，你忙你的，汝君还在家等着我的消息呢。喂，你待会儿打过来啊。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有事儿您先忙，再找机会聊吧。再见。平平，我怎么了？你就这么着急回去吗？汝君最近心情不好，我想早点回去陪他。就这样吧，再见。平平，我能不能找个时间请你到我家去？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谈一下。好呀，咱们哪天再约吧。再见，葛律师。什么大不了的事，你非得让我来？你要死了？你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你坏了我的好事，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个人一直盯着我，我怀疑他经常到这个公共厕所来偷拍。偷拍？
人呢？早就跑了。神经病！你就一点都不关心我吗？我如果真的被人偷拍了，我如果被人家放到网上，被各种人看的话，你觉得有意思吗？你刚才跟谁吃饭呢？于萍萍。难怪不接我电话。我喜欢他，你知道的，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你，凭我的直觉，他不会喜欢你的。你下车。飞宇，我问你，这次李如君出事儿，和你有没有关系？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是一直很恨他吗？你什么意思吧？这停电跳闸院里已经有了结论，我不至于把手术器械的螺丝放在病人的脑袋里去吧？这你住在我这儿，吃在我这儿，你向着李如君，你还好意思问我？飞宇，做人一定要厚道。是啊，做人一定要厚道。你说为什么李汝君见了洪自强不敢做手术，而当时洪自强是你的老公，李汝君怕什么？做人一定要厚道。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说呀，你说呀。你为什么常常在梦中哭醒？你怕什么？你到底怕什么？因为洪自强是家庭暴力者。还有呢？一定有。洪自强的家庭暴力与李汝君有什么关系？李汝君为什么不敢做洪自强的开颅手术？啊？难道你在和洪自强的婚姻期间与李汝君偷过钱？你敢打我？你是不是也要成为家庭暴力者呀？是你逼的，是你逼的。我说到了你的要害上了。我问你，你和李汝君是不是在和洪自强的婚姻期间有过来往？这就是你所说的什么耻辱？没有。李汝君有没有见过洪自强？没有。好，太好了。既然你和李如君在和洪自强的婚姻期间没有过往来，既然李如君不认识洪自强，为什么不敢做洪自强的手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李如君是第一把刀，见了高难度的病人就冲锋在前，号称救死扶伤的先进医疗工作者。为什么在不认识洪自强的前提下不敢做这手术？这分明有鬼！李如君和洪自强一定认识。他们不认识。你就给我隐瞒吧，啊！我看你帮他能帮到什么程度。有一天我一定要搞清楚你们俩这种关系的。哎，你停一下，停一下，来，你过来看一看。天啊！你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这是我。
看着也像。这是我们腾云社对面的公共厕所，我被偷拍了。我一看就明白了，一定是他干的。谁呀？就是我今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男人，他老是进那个公共厕所，他老是注意我，我一定要抓住他，我一定要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你想过没有？那天手术恰好停电，以前有过这种事情发生吗？有过，5年以前有那么一次。不过我们事前得到了供电局的通知，我们尽量避免在这一天安排手术。那天供电局给你们通知了吗？不说这事儿了好吗？反正赔偿金额已经定下来了，对方也没有漫天要价。你不愿意提就算了。萍萍，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关心，我很感动。你说什么呢？你是我丈夫啊。我是你丈夫。说这话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问自己的心吗？你别哭啊！我完了，我就偷拍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别哭了，好不好？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别哭了，啊！你一点都不关心我。我怎么关心你了？我都被曝光了，你一点都不心疼我。那你让我怎么办？那你把这个偷拍者抓住，我替你打官司，怎么样？我不打官司，我不要出名，你就要抓住这个坏蛋，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好，你把他扭送公安局去，好不好？那一旦有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帮助我。我怎么帮你啊？你帮我抓住这个人。能抓住吗？陆军，我关心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不说了，好吗？怎么了？我认命，好吗？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萍萍，我没什么意思，早点休息吧，啊？你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没有。葛律师，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没事，应该的。哎，走吧，咱们进去吧。不用了。哎，不是说好的吗？汝军的案子进行调解，要赔偿对方38000块钱，钱我都带来了。我已经解决了。不用赔偿了吗？
这是最后的协议书，和对方收到钱的出条。可是我还没有给他钱呢。不用了，我已经替你交了。这怎么能行呢，葛律师？这有什么？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哎呀，不行，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哎，你看钱我都带来了。我已经替你交了，你这是干什么？只要你能记住我对你和你家庭的帮助，你说这钱算什么？怎么样？我请你吃饭。葛律师，吃饭可以，但钱你一定要……你听我的，你不是答应去我家做客的吗？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很正常，我答应你，但是钱你必须收下。拿着，葛律师。那行，我收下，你跟我走。去哪儿啊？去我家做客。那好吧，正好我今天也没节目，我跟你走。环境不错嘛。来，请进。很大嘛，而且很漂亮。那你上去参观一下，我准备午餐。我看不用了吧，来你们家看看就行了。那不行，说好了要请你的嘛。那好，我先上楼参观一下，简单点，别太复杂了。好。